到云上餐厅了，我那相亲对象怎么还没来啊？小叉，你别急呀，你王姨说人家是大家闺秀呢，你要是跟人家谈成了，咱们陆家可算是祖上积福了。行吧，那我再等等。喂，亲爱的，我已经到云上餐厅了，你穿什么衣服呀？我也马上就到了，穿一身蓝的就是本少了。好的。一身蓝，不是他吗？我还以为是个富二代，怎么穿这副德行？啊，您好，你是炮尽天下妞吗？就是网名啊。啊？算了，那我问你，你是陆少？啊，我的确是姓陆，但你要叫我陆少，就太看得起我了。你看看，这是我的个人简历。我是个送外卖的，月薪有6000，加上额外打赏和奖励，年薪能有8万。这家伙一年到头挣这仨瓜俩枣，还给我打商家年华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个臭屌丝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有钱的人啊，都喜欢玩身份反差。哎呀，你这也太低调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陆少，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办正事吧。我都知道你等不及了呢。什么正事？不就是相亲吗？没事啊，就在这儿。在这儿。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你看，这么多人在呢。人多才热闹嘛。哦，对了，要不我点2个菜，我们一边吃一边。一边吃一边。你们有钱人玩的怎么这么花呢？啊，可我也是有底线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真的突破不了自己啊。那就是啊。你是？还真是婊子无情啊！小爷我就是你直播间的榜一大哥，炮尽天下妞。怎么认识我了？你是陆杰，陆大少。真是本少啊！那你是谁？我是陆川。你干什么？搞了半天，你这个穷屌丝是个冒牌货，就你还想跟老娘玩刺激了？配吗你？怎么了，宝贝儿？这垃圾他欺负你啊？要不要我找人弄死他？哎呀，陆少，咱们可别因为这个窝囊废坏了咱俩的好心情。咱们走吧。走。那应该是你自己搞错了，还恶人先告状。什么成本事？你好，你是陆川吗？好美啊！好美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，不，我是说你是来相亲的吗？你条件这么好，干嘛还来相亲啊？小伙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你是那天那个大叔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年轻人，谢谢你呀！要不是你，我今儿个真活不了了。没事就好，我还要去送外卖，先走了。年轻人，哎，年轻人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名字呢，年轻人。哎呀，这些年我重症缠身，需要一种特效药才能保命。那天刚好忘记带药了，还好被小伙子你救了。从那天以后啊，我就一直在找你。
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大叔，你不必客气，对我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你们这是？小伙子，你人品不错，我很欣赏你。我这次过来，就是为了你和我女儿雨竹的终身大事来的。哦，所以这次相亲是大叔您安排的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查过你的资料，你叫陆川，连续相亲3年，至今都没有找到女朋友，对吧？我女儿你也见着了。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就把我女儿雨竹嫁给你，怎么样？爸，我只是答应陪你过来，你是决定我的终身大事。我没看见吗？他就是个送外卖的。送外卖的怎么了？你看一看，追你那些富二代，哪个不是心怀鬼胎的？这小伙子救人不求回报，就凭这一点，就要比其他人强得太多。而且啊，他救人的手法特别的奇妙，我感觉这小伙子肯定是个高手。哎，你说呢？其实呢，是我父亲临终前给了我一个祖传的宝贝，这个宝贝教了我很多奇门异术，别说是你那点小毛病了，就算是起死回生啊，都可以试试。这不就是个普通的预知？就是啊，你这种玩意儿啊，我家里多得很。小伙子，你在说笑吧？反正大家都不信，也不缺你们2个。我先去趟卫生间。哎呀，路上是哪儿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？这声音，难道有人在呼救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还有脸问？敢打扰小爷的好事儿，你他妈活腻了是吧？我听到声音，本来是打算进来救人的，谁想到怎么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情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你还敢还嘴了？哟，这不是那个送外卖的臭屌丝吗？就你这副德行，你来相亲也配？这是我的事儿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人没什么本事，嘴还挺硬，大家都姓陆，怎么就跟我家亲爱的差距这么大？没错，老子有权有势，身边啊从来就没缺过女人，不像你个垃圾，就连结个婚都得靠相亲，就你也配姓陆？妈的，你还敢还手吗？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！这里是餐厅重地，还请不要打架的哦。小子，算你走运，下次再让老子遇见你，看我怎么说。先生，路上李叔啊，你要相信爸爸的眼光。小伙子，你来了，你跟我女儿雨竹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还是算了吧，我看江小姐不太愿意的样子，这样强人所难的话，江小姐也不会开心的。可是大叔，你的好意我心里了，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好歹救过我一命，我姜某从来都不是知恩不报的人。这样吧，我这儿呢有一套房产，反正是空着的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送给你了。这难道是我们江州最顶级的那一批房产？听说出土重金，随便一套都要上千万啊！哎呀，比起我的命来，这个只能算小钱，你就收下吧。我妈在贫民区住了几10年，要是能把她接去豪宅里面住，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大叔，谢谢你了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。哦，大叔，我先走了。爸，看来这人也太惨了，这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？好了，这套房产我是真心要送给他的，你还在这儿考验人家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了？要不要我们送你？不用，我还要送外卖呢。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爸的病久治未愈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复诊。爸，快走吧，别再耽误时间。等等，
哦，大叔，你这病不简单，要是用普通的方法，一辈子都治不好。你敢诅咒我爸？哎，小伙子，听你的意思，难道你有办法？我这有神药，保证你一吃就好。神药在哪儿啊？就是他了。姓陆的，你就这么羞辱我爸？羞辱？我没有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吃下这个药，保证你百病全消，浑身轻松。来，哟，哎呀，我先走了。爸，像这种浪荡之徒，没有长幼尊卑之分，你还那么欣赏？好吧，看来我真的是高估了他呀。爸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开车的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前面好像发生事故了。那赶紧换一条路走，天天没有吃。爸，怎么了，医生？难不成是我爸的病变得更严重了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感觉难以置信啊。江总的体内重症难除，最多也是治标不治本。可这次检查，体内的病变细胞全部被清除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，医生？那你的意思是我身上的病完全康复了？您可以这么认为。按照江总现在的情况，最多再疗养一下就可以了。江总，我恭喜你了。难道您是有高人相助吗？高人？没有啊。哎，难道是他？爸，你该不会是想说是姓陆那个家伙帮了你吧？哎呀，我也没有接触别的人啊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呀？我看这个小伙子几乎前途不量。你说你可要抓紧啊！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。我看啊，就是凑巧而已。爸，你说那家伙要真那么厉害，他至于相亲3年都找不到女朋友吗？不过我会去乾隆山庄看看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，见到人家姑娘没有？怎么样？长得漂亮吗？那你俩聊得怎么样？人家对你有没有想法呀？妈，他是被他爸逼着来相亲的，人家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妈，这种事情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乾隆山庄？这种地方应该很值钱吧？人家为什么无缘无故送你这么好的房子啊？这事儿说来就话长，你改天咱们亲自过去看看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儿子啊，真要是有这么大的能耐，那以后娶媳妇儿啊就不用愁了。妈，陆少，你真坏，又带人家来这种没人的地方，是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？小宝贝儿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燕山呀，是我们江州著名的风景名胜，更是有钱人的聚集地，很多有钱的大佬都定居在这里。真的假的？难不成陆少你在这儿也有房产啊？那倒不至于，以我现在的财力和资历，还拿不下这儿的房子。不过呀，我打算在10年之内达成这个目标。哇塞，真不愧是陆少，真厉害！走，带你转转。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待会儿会有一位新任主管过来，这位新任主管姓姚，他也会顺便视察我们的工作，大家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来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哇，这也太气派了吧！哎，亲爱的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乾隆山，在整个燕山都是顶级的存在。听说要拿下这儿的房子，至少得这个数。1000万，这也太好了吧！亲爱的，我可以进去看吗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是算了吧，这不是我们能进去的地方。走，小心点儿吧。妈的，怎么又是这个垃圾小子？亲爱的，
咱俩每次亲热的时候，这个臭屌丝都要来凑热闹。你可得好好收拾收拾他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臭送外卖的吗？好巧啊，哪都有你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小子，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要是再让我看到你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儿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谁啊？妈，没事儿，别交代。这燕山又不是你们的地，为什么你们能来，我就不能？凭什么？就凭老子比你牛逼。就是，谁都知道这燕山名为风景区，其实是有钱人才能来的地方。你小子个臭屌丝，来这里晃悠什么？啊，难不成是来这里送外卖的？谁说我是来送外卖的了？你不是来这里送外卖的，难不成是来跟踪我吗？亲爱的，你看这个臭屌丝，他耍流氓！小子，你他妈活腻了是吧？谁跟踪你们呀？你不是来跟踪我们的，无缘无故的，那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住这儿。你住这儿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别他妈打肿脸充胖子了！潜龙山庄那可是我们云州顶级的存在，你知道它的价值吗？那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起啊！你们要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行，好，你有本事，这样，你带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开开眼。走，来，你拉我儿子干什么？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怎么说？这可是你们尊贵的业主，这就是你的态度？业主？这哪儿？喏，在这儿。他说他是整个潜龙山庄的业主，我们俩跟着他来兜兜风了。怎么这么巧？新主管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个时候冒出来这么个小子，难不成他是？啊，对了，他要真是这里的管家，咱们以后都得听他使唤。潜龙山庄名义上不就是他的了吗？一定是这样的。潜龙山庄的主人是江永长，江总。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开玩笑。小子，听到了啊？江总可是我们江州有名的商业大咖，身价过100亿。你敢盗用他的名号，你活腻了吗？对，这个人啊，还大言不惭，说潜龙山庄是他的地盘。我看呢，你们可得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不然这以后谁都敢过来冒充呀！妈的，情不知死活的东西，都他妈给我住手！主管，您来了。什么？主管？什么？队长他是主管？怎么？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吗？啊！一个个的，竟然敢对主管不敬！我看你们都想卷不怪，给我滚蛋是吧？没想到这小子真的是潜龙山庄的主管。这潜龙山庄跟江家之间这层关系，这小子恐怕能量不小吧？这么年轻都能当主管，原来是扮猪吃老虎啊！哎呀，陆少，刚才我们把他给得罪了，你该不会把我们扔出去吧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哼，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敢跟您过不去！不要这样，收拾他们两个，姚主管。什么姚主管？谁是姚主管？你是在叫我吗？当然啦，您不是新来的姚龙姚主管吗？我们早就得到消息，特地在这儿迎接您的到来。你们怎么总是认错人啊？我不是这么姚主管，我是陆川。啊？那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就是个普通人，送外卖的呀。好你个东西啊！我早就看你这小子贼眉鼠眼的，竟然敢冒充姚主管！我他妈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我没有冒充啊，明明是你们自己认错。够了，少他妈给我废话，把这臭小子给我抓起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儿子！你放开我儿子！妈，你让开！妈！
竟然敢动我妈！我就动你们，怎么了？你这臭小子要真的是姚主管，我们或许还惧怕你3分，但你他妈就是个臭送外卖，今天就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确不是什么姚主管，但这房子是我的。你这是哪里来的？如果我说是江总送我的，你信吗？吹！你们听他吹，江总那是什么身份？他怎么可能和这个底层的外卖员垃圾混在一起？还送了他一套豪宅，你们觉得这可能吗？可能吗？就是，他这个人啊，满嘴谎话，之前还冒充我家亲爱的呢，要对我骗财骗色。儿子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够了！少他妈给我废话！在这胡说八道也就算了，你还把我们当猴耍，他妈是给你脸了是吧？抓起来！怎么回事啊？谁让你们在这吵吵嚷嚷的啊？还有没有点规矩？妈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谁呀？我啊，姚龙。你原来是姚龙姚主管啊！姚主管好，姚主管好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呦，那个姚主管，这个小子在这招摇撞骗，他还说他跟江先生的关系好，还把潜龙山庄送给他。你说他这不是在糊弄咱们吗？就是这个人呐，竟然敢哄骗到潜龙山庄来了，依我看，就应该打断他的狗腿，给他长长记性。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臭娘们，打断你的狗腿还差不多。江总已经给我出事了，潜龙山庄确实送给了一位贵客，想必就是这位先生。胆对我们的贵客不敬，你们都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先生，我是潜龙山庄的主管姚龙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从今往后，您的饮食起居就由我来照顾。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别墅啊是我们的呀。先生，您这边请，我带您进去。等会儿，姚主管，你连对方的身份都没确认，就把对方当成贵客，你这未免有点太草率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路上说的没错，这个人呐，他就是个穷鬼臭屌丝，与江总的身份那真的是天差地别。那江总怎么可能和这种人扯上关系呢？是啊，姚主管，我也觉得不太对。是吗？那这位先生，你怎么解释呢？我再重申一次，这个潜龙山庄是江总送给我的，钥匙也是他亲手给我的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就给他打。你还有我们江总的私人电话？没错。您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没接呢，肯定是在忙。你笑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曾经有幸在一场宴会上跟我父亲敬过江总他一杯酒，正好我有江总他老人家的电话，要不我给他打，赶紧打起来，赶紧戳穿他的谎言。喂，谁呀？喂，江总，我是明盛集团的陆杰呀。您还记得吗？不认识，有事吗？没啥事儿。是这，江总，那您忙，您先忙。怎么样，小子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可能啊！我再给他打一个。够了！你干什么呀？你个狗东西，你还有脸来问我啊？你果然是个冒牌货呀！就差点就被你小子给骗了。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狗腿！
怎么样？姓陆的家伙已经入住乾隆山庄了吗？按理说是的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通知。乾隆山庄还是如此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快好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对。儿子，要不还是算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吧，妈，本来是带你享福的，没想到让你受委屈了，那我们改天再来。小子，你是聋了还是傻？你以为乾隆山庄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就是，他还想走呢。没听到姚主管说吗？今天要打断你的狗腿。你们无缘无故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们？谁说我们无缘无故？你这个臭屌丝，三番2次的骚扰我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在卫生间里偷窥我！我没有，你胡说！正好，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儿，就看着你们这些底层的垃圾被摁在地上狠狠的摩擦，我看着就解气。小子，我顺便告诉你，不是每个人都配姓陆。小队，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这钥匙哪儿来的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。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不要啊！我求求你们，别动我儿子！快起来！你们有什么不满就冲我来！你干什么呀，妈？老东西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妈，你们竟然敢动我妈！一个老不死的动就动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你要真是我们江总的贵客，我还敬你3分。你他娘的狗屁都不是，跟谁俩呢？姚主管，平时可没看出来，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江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江小姐，您来到这里，这一老一少啊，在这儿招摇撞骗，非要闯出去。我叫人收拾他们，哎，他们还不服气呢。亲爱的，这女的看着不简单，她什么人啊？是，这是江氏财阀的千金大小姐江颖，是江氏的名女总裁，整个乾隆山庄都是她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厉害！姚总管说的对，这个臭屌丝不知道从哪里偷了别墅的钥匙，要不是被我们撞破，还在这里耀武扬威呢。没偷，我儿子没偷，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。儿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呀！妈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个老不死的还嘴硬呢？信不信江小姐一句话就灭了你们娘俩？你都看到了吧？这房子明明是你送给我的，他们不仅不承认，还这样侮辱。我想你搞错了，自始至终我也没说过这乾隆山庄是我的事。小子，听到了吧？乾隆山庄可是江氏的产业，现在就连正主都不承认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江小姐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呸！少在这里明知故问了。江小姐的意思你还不懂吗？你这个冒牌货，竟然敢在江家的地盘上撒野，你还蛋！我在江州这么多年了，还没见过像你小子这么猖狂。来人，先给我打断他的狗腿！住手！江小姐，您放心，这狗东西啊，在我们面前撒野也就算了，还敢对您不敬，我这就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我让你住手，你聋了吗？小姐，您打我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刚才不是说？我是说过，我跟他从未有任何的利益关系，但这乾隆山庄是我爸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什么？这别墅真是这小先生的？不是，江小姐，这小子何德何能？乾隆山庄那么大的产业，怎么白白的落到了他的手里？就是，这个臭屌丝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。
江总可是江州名流，手可遮天的大人物，他们怎么会扯上什么关系呢？哎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们的意思是我糊涂了，连这点小事儿都搞不清楚？刘主管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打你，老子还想灭了你呢！要不是你们这对男女在这乱嚼舌根，我会误会这位先生吗？啊，我会招惹人家吗？少废话！哎，把这对不长眼的男女给我拖出去，打死为止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江小姐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跟这位先生的关系，所以我你得罪的又不是我，跟我道歉。陆先生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知好歹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啊！你怎么对我的也就算了，可是你侮辱我妈，还打了她。江小姐，以后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你去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吧，明天开始你就不用。不能啊，江小姐，我为咱们江家鞠躬尽瘁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有苦劳吧？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啊！现在这潜龙山庄啊，是他说，他要走，我也不是。晨儿啊，看这姑娘跟你挺熟络的，她是什么人呢？妈，她就是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。什么？真的吗？这姑娘长得这么水灵，又这么有气质，要是能当我们家的儿媳妇，你爸在九泉之下呀，也会咧着嘴乐的。妈，那个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江小姐，你来干什么？不会是知道你的人为难我，特意来替我解围的吧？我可没那闲工夫，我来是告诉你，我爸的病痊愈了。哦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爸的病久治未愈，一碰到你就病痛全消，你不觉得这很古怪吗？这有什么呀？我浑身上下都是药材，吃了我的灵丹妙药，想不痊愈都难。胡说八道！我看就是巧合罢了。巧合？那你看好。你干什么？耍流氓你！江小姐，你体质极寒，胸下3寸，有阴阳质，主多灾多难。这20几年我都听过。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痣？你偷看我！我可没有。这几天还是不要出门。我看你眼白虚浮，天天泛黑，怕是要出车祸了。好，你这个家伙，你诅咒完我爸，又来诅咒我，我偏不相信你说的。现在就走。等一下，你还敢看？你个种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快住手！快拦住他！这护身符谁给你的？这是我妈给我的，她说会在天上好用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快还给我！这东西没有任何用，我来帮帮你。如果你非要出门的话，把它带上，它能替你逢凶化吉。你玄学，你这妈，你干嘛去啊？没想到你这孩子还挺会哄姑娘的。妈待在这儿，是不是影响到你们俩了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没有。儿啊，你就别骗我了。妈刚刚都看到了。再说妈是乡下人，住不惯这大房子，妈就不住这儿了。等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事成了，再接妈过来住也成啊！啊，妈，妈，什么？小陆说你会出车祸？可不是嘛，爸，这家伙嘴里没一句好话，亏你还那么看重他。不行不行，我看小陆啊，他不是一般的人。既然他都发话了，那你就不要出行了嘛。
啊，好好注意安全。这么荒唐的话，也就只有你会信，我才不信。那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？爸，那你想怎么样？那咱们就打个赌。如果小鹿说的是真的，那说明他真有本事。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务必要把他抓住。老师，你必须嫁给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如果他胡说八道，那你以后不准再跟我提起他的事儿，而且我还要把他赶出潜龙山庄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小鹿啊，你到底是龙是虫，就看这一次。如果小鹿说的是真的，那说明他真有本事。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务必要把他抓住。老师，你必须嫁给他。爸，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么封建迷信？以前你可不是这样。放慢速度，不要太快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是可以。哟，玉竹，这么巧啊！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耿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玉竹，都这么久了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？我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！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，一起吃个便饭？我已经有心仪的人了，还请你不要再缠着我。走。是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玉竹，玉竹，加速，甩掉他。是。女儿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头好痛啊！玉竹啊，小鹿他说的没错，你果然发生车祸了。江小姐，你的命可真大呀！发生这么惨烈的车祸，你的身体居然没受到什么伤害，只是头部受到一点轻微的撞击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只是你那个车的司机却……江小姐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你叫我。啊，很好。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他。玉竹啊，现在说这些没用啊。你看看这个，如果你非要出门的话，把它带上，它能替你逢凶化吉。难不成真的跟那家伙有关系？不对，这护身符是妈送给我的，说不定是妈在天上保佑我呢。你在生意场上久经挫折，而且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危险，为什么之前的护身符没起作用呢？偏偏这一次它起作用了。玉竹，江叔叔，耿博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次车祸都是因为我，所以我来探望你了。玉竹，送给你。不需要，谢谢。哎呀，玉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的，当时你要答应跟我吃饭，不就完了吗？耿少爷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已经有心仪的人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耿少爷，我女儿的身体需要恢复，请你安静。耿少爷，我请你立马出去。好，你们父女俩玩我是吧？咱们没完！女儿啊，爸爸都跟你说过了，小鹿他并非常人，而且这一次也算救了你的命，你也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？爸，知道了。那这么大的房间，现在都归我了，真舒服。
这下倒霉了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宇宙他人呢？我又来接受了。陈小姐，我们小姐现在不在，而且在乾隆山。人不在没有关系，我跟宇宙已经好多年的闺蜜了，回头你跟她说一声。好困啊！哎，陈小姐，夏先生，你今天吐给人怎么不一样呢？江总好，小姐好。小陆在里边吗？陆先生人在里面，还没出来。他在哪个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，江总，这洪梦山陈小姐也在里面。江总，这大床真舒服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宇总，是你吗？什么呢？你真讨厌。在那边。打我干什么？你个色狼臭流氓！你跑到我床上来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床，是你自己走下来的好不好？而且你睡觉还不穿衣服。让你管！我哪知道这里还有男人？你没对我干什么吧？你也觉得迷迷糊糊的呀？我哪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要穿衣服。小陆啊，你在里边吧？是江叔叔。江叔叔，我在里面。你疯了吗？要这样，江叔叔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会误会我们的。小陆啊，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我家雨竹跟你的婚事儿，你要是在里边的话，那我就进来喽。什么？你跟宇宙还有婚约？你们两个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谁在那里？江叔叔，是我木山。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来留宿一宿。木山是，哎呀，这，跟宇宙有婚约，要是咱们的事被他们知道了，咱们就都完了。梦山，是你吗？宇宙是我，昨天晚上不请自来，没给你们添麻烦吧？没事，倒是那天这里住进来一个臭流氓，他没对你怎么样啊？我可什么都没干，凭什么说我是臭流氓？梦山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我刚睡醒，宇宙你出去一下，我换件衣服。咱俩20多年感情，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？爸都出去了，你在这换呗。江叔叔刚刚说婚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爸最近跟中了邪一样，非让我嫁给一个下流胚子，我也没办法。
怎么了？没。梦珊，你这里。糟被发现了！雨竹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是先跟你说明白，我什么都没干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说，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了？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哦，你是说这个啊？可能我最近吃多了。梦珊，我总觉得你今天怪怪的，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让我来看看。梦珊呀，梦珊，你这裸睡的习惯到底什么时候能改啊？万一又遇见坏人了怎么办啊？雨竹，你不介意啊？我介意什么？我以为你这床上有什么秘密呢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你在这紧张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做到的？谁呀？小陆，你来了，我有正事找你啊。那我们下去聊。好啊，走。小陆啊，这回多亏了你啊！你救了我，又救了我女儿，这份恩情啊，我们会牢记的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女儿就托付给你了啊！大叔啊，我跟江小姐才见过几面，会不会太快了？姻缘这事儿，谁就说得准呢？我是看你不是普通人。哎，难道是你看不上我女儿？那可没有，江小姐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看不上她？那不就完了？你情我愿啊！只要你小陆明白了，我马上安排你们去领证结婚，好不好啊？我反对。孟山，你跟小陆之间难道有什么误会啊？江叔叔，这个家伙是个变态臭色狼，要是把雨竹嫁给他，会害了他的。孟珊，你说什么呢？难不成他昨天晚上欺负你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这个家伙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雨竹，你要三思啊！孟珊，你跟我家雨竹是多年来的好朋友，但这是我们江家的事儿，你这样不合适啊。江叔叔平时眼光不是挺高的吗？那些追你的富二代，他都看不顺眼。我爸最近啊，不知道跟中了什么邪一样，非觉得他有本事。孟珊，你不得帮帮我呀？是吗？还有这事儿？爸，要我答应也可以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这个家伙在1个月之内赚够1000万，我们相安无事。如果不能，那我们就离婚。你胡说什么？1个月赚1000万？人家小陆也没做什么大生意，这不是刁难人家吗？还是说你把婚姻大事当儿戏啊？爸，是你先把我的婚姻大事当儿戏的，而且你不是觉得他很有能耐吗？那让他在1个月之内赚1000万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江小姐，1个月赚1000万，你还真的有当真他会？怎么？你要是怕了的话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是说挣1000万用1个月真的是太浪费时间，不如就1周吧，7天的时间便足够。什么？1周？陆川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别忘了啊，你只有1个月的期限。雨竹，你糊涂了，他自己说要7天时间的，到时候事情搞砸了，你们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离婚了吗？
说的也是，我已经兑现了跟我爸的赌约，到时候这家伙不争气，就别怪我了。没关系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。看来你还挺创新的嘛。也是，咱们雨竹在江州可是大美女，在上流社会不是出了名的。不要以为领了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咱们雨竹要离婚，谁也拦不住。不用麻烦了，等我挣够你们要的钱，我就离婚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们家雨竹离婚？大叔给我那套房子，我不会白要，那1000万我会还回去的，我说到做到。妈，你要我给你娶个儿媳妇回来，我做的，但是后续的事情会怎么发展，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这家伙什么人嘛，居然连你都看不上，还要跟你离婚？陆川，如果你能脚踏实地，说不定我还会高看你。现在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在危我清高。就是，打肿脸充胖子。7天之后，我看他怎么交代。好了，陆川，没事。爸，小川，这玲珑玉坠乃我陆家祖传千年之，内藏乾坤，医术风水，绝世无惧。你现在成长的怎么样？爸，我正在学习呢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要不要给我妈说一声啊？小川，爸早就告诉你，要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人。你现在也要志在天下，普济苍生。扬我陆家门风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爸，你现在也要志在天下，普济苍生。怎么了，陆先生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去，这下牛逼吹到7天挣1000万，要挣不到的话，我成为他们的笑柄了。江州首富，那不是比大叔更有钱吗？要是我救了他，这1000万，这是点毛毛雨吗？哎，大哥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来这儿不知道什么情况？咱们江州首富高价求医，咱们大家伙儿都是来这儿碰运气的。要是能跟许家搭上关系，咱们以后在江州那不得横着走？这么多全是医生，这也太麻烦了。哎，你小子干什么的呀？没看到吗？排队。你让他们都回去吧，这有我就够了，我来给别人治病。你小子口气倒不小啊！我们老爷找的可是神医，我看你毛都没长齐吧？赶紧给我滚蛋！年轻人，这个是许家的张成张管家，许总的心腹，一向铁面无私。你想走后门，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。听清楚了吗？来这儿排队的哪个不是德高望重的名医？轮得到你这个小子在这招摇撞骗？我只是年纪小，我可没有招摇撞骗。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？你要是真的有能耐，这样给我露一手，露一手给我看看。我要是照办了，你就带我去见徐总。没错，你要是让我满意了，我就让你进去。但是如果让我知道你在这儿胡说八道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有病！你们学医的都是这副嘴脸吗？你都没给我做检查呢，一上来就说我有病，那你倒说说，我有什么病？性病。别笑！怎么敢在这儿胡说八道？你拿出证据来，要是拿不出来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我看你脚步虚浮，眼底暗淡，这是肾虚的表现。你的腕部有红点，并且向内延伸，这是明显已经发展成病变了。想必张管家平时玩的很花，还是要节制一点。行了，我带你进去，各位，我们家呢已经找到神医了，所以辛苦大家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，走吧。
哎，老爷和夫人就在里面，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说话可得小心着点，千万别连累了我，明白吗？好。老爷，是我张成。进来了。得嘞。老爷，这位便是今日过来的小神医，他想给太太瞧病。他这么年轻能行吗？他刚才在外面露了一手，我觉得还挺厉害的。好吧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小伙子，我夫人重病缠身多日，你过来给她看看吧。徐总，我们有缘在先，要是我能治好夫人的病，我要1000万的酬劳，没问题吧？小伙子，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本事，能治好我夫人的病，这点钱对我来说是冰山一角，九牛一毛。好，那咱们就谈妥了。好。小伙子，我夫人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很严重，要是不赶紧医治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笑什么？我夫人根本就没什么问题，有病的是我们徐总。文林，看来你说的对，现在的庸医真是越来越多了，根本就是浑水摸鱼，也经不起考验。像这样的人，怎么能放心让他们给我们治病呢？我第一眼看到你年纪轻轻的就不靠谱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你笑什么？徐总，你真的觉得夫人的身体没有问题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的身体比如枯木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可夫人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去，不信你让她按一下手腕上的阳池穴和阳溪穴，连按3次。夫人，你没事了。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徐总和夫人并没有得病啊，可是你刚刚说你们没有得病，所以无论多么先进的医疗设备都检测不出来，不然你也不会重金在民间求医了。准确的说，你们是中邪了。什么？我们中邪？我刚一进门的时候就感觉这屋里有一股邪气。这2个盆栽是谁送来的？这盆栽能有什么问题？把它们的根部挖出来，自然就知道。啊，这花盆里怎么会埋了这个东西啊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来自西域的一种蛊术，它可以让2个傀儡娃娃上面的人互相吸收阳气。一个人因为阳气过少会浑身疼痛难以入睡，而另外一个人因为阳气过盛会变得异常的亢奋，但最终的结果都是2人必死。啊！小神医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把这2个小娃娃毁掉？已经病入膏肓，毁掉这个货源已经不管用了。啊，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徐总他们就没救了？也没那么吓人，我帮你们驱除掉你们体内的邪气便行了。给我打一盆水来吧。水？好，快去打水。小神医啊，没想到你还挺讲究的哈，这个时候还洗脚。好了，徐总、夫人，喝了吧。这，你说什么？让我们喝这个？你没搞错吧？这是你刚刚洗过脚的水吧？我跟我爸学的祖传绝学，浑身精元能凝练成药。你们要是相信我，就把这个喝了，再加以治疗，很快就能重获健康了。可是，我们要是真把这水喝了，你可得要负责任的。
你敢侮辱我们徐总和夫人的话，你可要想好后果。你们喝不喝的？不喝，我走。哎，我们喝，我们喝不就是？接下来的治疗可能会有一些刺痛，但是没关系，很快就好。小先生，你的手段绝世无双，您请随意吧。采纳百川，陆先生，你可真是太神了！老爷和太太已经神志清醒了。哦，对了，过几日就是我们老爷的寿宴，他叮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您来参加，他要当面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，我只需要那1000万。陆先生，像您这样的大人物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到时有多少大人物等着结交您呢？话说，他少了那点行。陆先生，我其实也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帮忙。之前我确实在那方面不加节制，所以身体出了问题。我现在非常头疼。既然您这么有本事，能不能也帮帮我呀？我早就想到了，那药方都给你提前写好了，你就按照这些药方去抓药，不出1个月就能取。好嘞，切记这1个月之内不能碰瓷，否则你的病情就会更加的严重。好，谢谢陆先生。陆先生慢走啊。张管家一向铁面无私，怎么一张小小的药方就把你先了？乔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让他们来的。小陆啊，你跟我家雨竹现在好歹是合法夫妻了，你们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儿啊。小陆，你可要好好对我女儿啊。他说你别这么说，不好意思。爸，结婚证对我来说只是白纸一张，在这家伙没证明自己之前，我可以随便扔掉的，好吧？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啊？难不成爸还会害你吗？江叔叔，这可不能怪雨竹，是这家伙自己口口声声说要在1周之内证明自己。你问问他，这1000万赚到手了吗？孟山，那可是1000万，不是1000块。而且今天还是第一天，你们是想看人家笑话？没事的，大叔，这1000万我已经挣到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小陆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没骗我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这1000万要过几天才能到账。过几天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帮许文林夫妇治病，他们答应给我1000万。就是这样。许文林是万豪集团的徐总吗？徐总，那不是咱们江州首富吗？你都跟首富结交上了？算是吧。他说过几天就是他的寿宴，到时候在宴会上，他亲自把那酬劳给我。许家的事儿我倒也知道一些。徐总的妻子身患重病，你这么快就给人家治好了？重疾难愈，那是对普通人而言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小毛病。我呸！胡说八道！你要真有那本事，徐家早就大张旗鼓的过来感谢你了。区1000万对徐总来说根本不算钱，还要留这几天才给你。你们要是不信，过几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哼，跑得这么快，我看呐，他是心虚了吧？我看小陆他不是这种人，而且他说的3天后确实是徐总的寿宴，就依他，到时候我们都过去看看。可是，好了，孟山，我不知道你跟陆川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但我爸说的也没错，我也想看看这家伙说的你是真还是假。躲着干什么？进来吧。哎，你跟我有仇吗？怎么好像看我一直不顺眼啊？哼，何止是有仇，你个臭变态！你是第一个看光本小姐身体的男人，我恨不得要了你的命！我去，是你自己钻的我的被窝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好，就算是这样，
那江叔叔和雨竹进来的时候，你明明可以脱身，你却偏偏和我在床上啊！我连衣服都没有穿，你故意占我的便宜。没话说了吧？你个下流胚子，还想娶我们家雨竹？你做梦！只要有我在，你绝对别想得逞。爸，徐总不愧是江州总部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么多人来给他送。雨竹，你们来了！莫山，你也来了，你怎么没进去？这家伙坑我们呢！徐家寿宴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，还要邀请函呢。不会吧？我们跟水家也少有生意上的来往，我们也没有邀请函。这个怎么办？小陆啊，你有邀请函吗？没有。你们看吧，我早就说了，这家伙不靠谱，说什么是徐总邀请他来的，结果一张邀请函都没有。小陆啊，咱们江家在江州虽说不上顶尖级的，但也算有牌面的。咱们要是被保安拦下，那可不是丢脸这么简单了。没事，我去试试。你好，请出示邀请函。我没有邀请函，我叫陆川，是你们徐总邀请我来的。你叫陆川？哎，对啊，你认识我呀？我认识个屁呀！我就随口一说，还真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酒店没有先例，没有邀请函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姓陆的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有能耐，你现在让雨竹还有江叔叔颜面扫地，这就是你的能耐吗？不是，你搞清楚，是你们徐总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滚！立刻马上，不然的话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。你让谁滚呢？张管家，你瞎了你的狗眼吗？居然敢让陆先生滚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陆先生，张管家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滚蛋了。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不是，张管家。陆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手底下的人不懂事儿，没有冒犯到您吧？你们徐总的寿宴怎么还要邀请函呢？那些东西自然是给旁人用的，像陆先生这样的体量，自然是用不着。诸位，里边请吧。雨竹，我们走吧。陆先生，还有各位，你们随意，因为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失陪了。你先去吧。张管家是徐总的心腹，怎么感觉他跟张管家熟络的样子？何止啊，人家张管家对小陆还挺恭敬的，搞不好是人家徐总的意思。真的假的？这不可能吧？谁呀？这么不招人！哦，原来是陆先生，失礼失礼。哎，我先说一句。好。这不是鲍成人鲍神医吗？可不是嘛，鲍神医是徐总的贴身医生，那在南省也是顶尖级的那批人了。要说身份和地位，那比张管家高多了。连他都对小陆这么恭敬，看来小陆没说假话。谁知道呢？玉珠，你们也来了。耿博，怎么是你啊？今天是我爸的寿宴，怎么，我不能在这儿啊？这人什么来头啊？徐总夫妻一辈子没有生育，耿博是徐总收养的，他仗着是徐家未来继承人，对我们羽族伤了不少次语。还有这事？玉珠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。还是算了吧。玉珠啊，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啊？耿博，还请你不要这样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啊？结婚了？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就这2天领的证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真的假的？靠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耿少啊，耿少，你身边那么多女人，一天到晚都沉浸在温柔乡里，你哪有时间关注我们家雨足呀？怎么，是他呀？不错，他就是我的丈夫。雨竹，这臭小子有什么好的？你宁愿选择他，也不愿选择小燕我。小刚，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毕竟……闭嘴！小耿，杨永成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叫我？要不是看在你是雨竹的亲生父亲的份上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垃圾。喂，你怎么跟大叔说话的？哟，你小子有意见了？你算哪根葱？这儿是我许家的地盘，信不信我一句话，让你们都给我滚蛋！叫我们滚蛋？就算是徐总本人来了，他也不敢赶我走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谁给你的底气，敢跟我这么说话？耿少爷，我听说你最近非常忙，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清楚。徐总夫妻俩身患重病，是我家小璐把人救回来的，所以是徐总特地邀请我们过来的。不错，小璐好歹是徐总的救命恩人，你敢这么对我们，也得问问徐总的意思。雨足，虽然这个姓陆的很无耻，但是比这个姓耿的要强很多。没想到他还真的有点本事，看来之前是我误会他了。难道以后我真的要嫁给他，做他的妻子吗？什么？你们说救我爸的是这个小子？你们当我是傻子吗？救我爸的明明是报仇人报一声，干这个小子屁事！姓陆的，我们这么相信你，你居然欺骗我们！骗你们？我没有啊。没有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是啊，小璐，你不是说你救的徐总吗？这不变成报神医了？还没明白吗？这小子在说谎，以他的智商，也就能糊弄你们几个。来人！少爷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这几个人连邀请函没有就放进来了，惊扰到了我其他贵客怎么办？还有，他们刚才冲撞了我，马上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少爷，这恐怕不大好吧？怎么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陆先生也不是什么小人物，要是这样把他赶出去，老爷那边我不好交代啊。你看到了吧？这张管家都比你懂事啊。耿少，这说话做事还是要考虑后果。没想到连张管家都替他说话，雨足，这张管家是徐总的心腹，有些事耿伯不清楚，张管家就这样说了，搞不好事情还真有转机。州长，少给我装神弄鬼，把话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爷，您误会我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这群人胆敢得罪你，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把他们赶出去，那肯定不行啊！我如果不好好惩治他们，老爷那边我不好交代呀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好，你说怎么处理？按照我的意思，当然是打断他们的双腿，一个个给我扔出去喂狗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张管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吧？笑死小爷我了！你该不会以为他是来帮你撑腰的吧？我问的不是你，我问的是他。小子，我心情好叫你一声陆先生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啊？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？我今天大发慈悲告诉你们，近几日我们家老爷本来就重病缠身，心情不好，这小子像个跳梁小丑一样上蹿下跳的，老子信了他的邪，还以为他真懂点什么医术，结果你们瞧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子按照这小子给的方子照办了，没想到病情更加严重了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懂医术，可能只有老子蠢，
信了你的屁话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肯定是没有听我的话，还是近了女色，所以你的病情才会更加严重。你少在这儿给我乱放屁！我的事情先撂一边，你今天得罪了我家少爷，你以为你可以轻轻松松从这里出去吗？哦，不，准确的说是你们这群人，一个也别他妈想好过！怎么搞的？吵什么呢？这是？嘘，没看见吗？有人不长眼，跟张管家和耿少爷对着干呢。什么？在许家的地盘上还敢这么嚣张，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姓陆的，自己惹祸上身就算了，还拖我们下水，你说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一群跳梁小丑而已。我倒是想看看他们准备拿我怎么样。雨竹，你看他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吹牛，简直无药可救。雨竹，耿少爷，我看这一次就是一个误会。小陆他年纪小不懂事，如果他惹你不高兴了，我替他给你赔罪。你赔罪？你算老几呀？你一张嘴随便说两句话，就想让我饶过你啊？你想的倒挺美啊。耿少爷，今天好歹是徐总的寿宴，咱们总不能把事情搞得太大。如果徐总那儿跪着下来，都不好交代呀。你威胁小爷我？来，你告诉他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是，江总，可能有些事情你还没有搞明白。我们家老爷呢，虽然身体康复了，但是没有时间管这些杂事儿，所以现在许家上上下下的事务交给我们少爷在打理。听明白了吧？也就是说，我现在随便说一句话，你们几个都得给我玩完。耿少爷，咱们无冤无仇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无冤无仇，江城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明知道我看上你女儿，你还把她嫁给这个废物，这是对小爷的一种侮辱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从你开始收拾。江城，是，住手！小陆他好歹救过我的命，耿少爷，希望你也给我面子，饶了他这次。给你面子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不，江某不是不懂规矩的人，既然我都开口了，这个条件自然会让耿少爷满意的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玉珠啊，爸也是没办法。虽说我们江家有些底蕴，但跟许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。我只能对不起你了。姓陆的，你瞧瞧，因为你自己闯的祸，就让雨竹和江叔叔为你买单，你这样对得起他们吗？叔叔，你真没必要这样，他们也不敢拿我怎么样。等许王林来了，我还要找他的麻烦呢。小陆啊，你不要说大话了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明白咱们的处境吗？耿少爷，这礼物还满意吗？江永昌，没想到你这么懂事。不过你女儿已经嫁人了，现在那就是残花败柳。让给小爷玩2天倒也可以，但是要让我明媒正娶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可能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女儿已经嫁给小陆了，我不可能再送她出去，她也不是随意转让的商品。妈的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拿小爷我涮着玩啊？不，你看我女儿背后那块地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吉龙湾。爸，这可是吉龙湾，你别冲动啊！吉龙湾是什么东西啊？真是没见识！吉龙湾是最新一期的重点规划目标，这块地在整个江州的分量可是首屈一指，其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。这你都不知道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江总啊，江总，我记得你上回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而且我记得这吉龙湾对你意义非凡呐。那当然了，我妈就葬在这里，你们却想要这块地，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说别那么没礼貌，
耿少爷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们上一次谈合作是在4年前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们考虑不大，拒绝了你们的要求。现在想想，我们江家势单力薄，实在无力经营吉隆湾这么好的地段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，拿去。好，很好，不愧是江总，果然有魄力。行了，你们几个可以先走了。吉隆湾那块地，我会派人去接手的。爸，这块地就这么给他们了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先这样。慢着，我还没同意。陆川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别再乱来了。没事，我们啊，好歹也算是夫妻了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们许家很了不起了，3言2语就想要吉隆湾，正想要他，但你爸许文林自己的就凭你也想叫我爸出来，你算哪根葱啊你？你算哪根葱啊？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耿少爷怎么放这么多屁？何止是放屁，都拉稀了。拉稀拉裤兜了吧？笑死我了！说人名传，怎么了你？哦天哪！哎呀，许少爷，不就是没拿到吉隆湾吗？你怎么就差在地上撒泼打滚了？这至于吗？悠着点啊！是你小子干的好事儿，你竟然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！我弄死你！上！小博，住手！爸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不知道对我动了什么手脚。你看，行了，你在搞什么嘛？这么多人看着你呢，你也不怕丢人现眼？赶紧去换衣服，然后再回来，快去啊！少爷长，快！徐总，你来的正好。刚刚这个耿少爷说我们没有邀请函，还扬言要把我们都扔出去的。小鲁，他可是江州首富徐总，你不要那么没礼貌。徐总，我刚刚跟耿少爷闹了一点不愉快，完全是误会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们多虑了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要不是这位小神医的话，恐怕我老许就活不到今天了。什么小神医？我的妈呀！怪不得这个线路的口气这么大。雨竹，你听到没有？就连徐总都亲自承认，他的病能够得到救治，跟这个家伙有关系。什么呀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，徐总，刚刚你的手下令张管家和耿少爷为难我也就算了，还跟我老婆和老丈人也过不去。哎，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啊？是啊，徐总，刚刚耿少当着江叔叔的面调戏我们雨竹，还说我们是厚着脸皮不请自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小博是我从小就给宠坏了。张管家呢，一直在我身边多年，也难免世俗能交。不过他说的没错，今天虽然是我60的大寿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请各位过来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说我救了你，让我今天来，还要当众把那1000万的酬劳给我吗？这位小兄弟，恐怕你是搞错了吧？你什么时候救过我呀？救我的人是站在我身边的鲍成仁，鲍医生啊。不是，到底是谁救了你呀？哎，你堂堂江州的首富，怎么睁眼说瞎话呀？小兄弟，你没有任何的医术，却跑来我家装神弄鬼。当时要不是鲍医生妙手回春的话，恐怕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不对啊！雨竹，怎么了？徐总，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我感觉很奇怪。您重疾痊愈，我们大家都应该替您高兴。但您既然说是鲍神医的功劳，但为什么又口口声声地称陆川为小神医呢？这点小事儿，还是让小爷我来告诉你吧。我爸当时病重难愈，便高价聘请4方神医，
这小子假扮成神医混了进来，结果被我们当场揭穿。我爸不敢直说，我敢说，这小子就是个垃圾废物，还神医呢？我看是神棍吧！什么嘛！这些人太过分了，把咱们耍得团团转。还有这姓陆的，满嘴谎话，没有那个本事，还非要往脸上贴金，这都什么人呐？爸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能人异士，你眼中好女婿的不二人选。这，哎呀，我也没想到啊，小陆啊，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啊，不能弄虚作假。你这样太让人失望了。我没有说谎，是他们在说谎。小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家老爷和少爷又是什么人？他们会为了你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谎吗？你好了，小陆，今天这事儿啊，就到此为止。你说我也累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刚才发话不是让我们回去吗？没错，我刚才是让你们滚，但是这个小子必须留下来。耿少爷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没明白，那我就说的明白点儿。要不是你交出了吉龙湾，别说这小子，今天你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给我玩完。小陆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小小的江家要跟我许家对着干啊？好啊，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么大的能量。大叔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可是，大叔，以后别再把救命之恩挂在嘴上了。你送了我一个豪宅，还把女儿嫁给我，这份心意我已经领了。你们先回去，我留在这里，我倒一看一看，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我数5个数，你们要是再不问，别怪小爷我不客气。5、4、3。江叔叔，还有雨竹，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。这个姓耿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要说到真的会做到的。那好吧，小陆啊，你千万要保重，注意安全。我去，这耿少爷的脾气可不小，当着徐总的面都敢这么说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一家之主。谁说不是呢？没想到耿公子只是徐总的养子，就这么大的权力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这个姓陆的小子真是不长眼，得罪谁不好，得罪耿少爷，这下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？这些人说的没错，今天的徐总眼神呆滞，说话中气不足，比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不如。难道他又中邪了？哎，你小子想干嘛呀？这话应该我问你的。其实你早就知道徐总的病，也知道他的病已经被治好，对吧？你小子对今天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，不妨我告诉你个秘密。那一对傀儡娃娃是我放在盆栽上，还有蛊也是我下的。我只是想让他们夫妇俩早点去投胎，我好继承许家的财产。没想到你小子有2把刷子，把蛊毒给解了。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瞧瞧，许文明就算是不死，那还不是任我摆布？这么说，是这位鲍医生帮的你吧？小子，屎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呀。从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质，恐怕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生这么简单吧？好啊，既然你小子这么感兴趣，那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我们鲍神医的手段。少爷，这不说。少爷，我那控心蛊想短暂的控制老人的势力，为什么不直接解决了姓陆那小子，以免夜长梦多呢？你笑什么？你好歹也是苗疆成名已久的古士，精通巫蛊之术，怎么还怕这个黄毛小子不成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的是，鲍神医，
我觉得昨天少爷说的特别对。既然我们家老爷都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为何不趁着今天盛大的宴会，再辛苦辛苦不就完事儿了？没错，今天各大名流都来了现场，你只需要让我爸当众宣布，把所有财产都转移给我不就行了啊？要是真闹出了人命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我，到时候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放心，我已经封锁了整个宴会厅。你要是真怕那个姓陆的，等到宴会结束，我就让他死个明白。唉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等我继承了许家，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们两个的。真的吗？那就多谢少爷了。多谢多谢。走吧。可我想的没错，果然是这个鲍神医搞的。爸，咱们就真的这样走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担心小洛啊？我才没有，这个家伙自作自受，要不是他吹牛，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事已至此，我也没别的办法。你说，你们先回去。我在想，徐总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我去找一下熟人，试着跟徐家调解看看。江叔叔，这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办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江叔叔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我爸可是堂堂青云商会的会长，不看生面还得看佛面呢。要是让我爸出面说两句，这家伙不就没事了吗？莫山，这是真的吗？那就麻烦你了。你呀，你看你那着急的样儿，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了那个爱吹牛的家伙了吧？什么呀？我只是不想看见他落在那个狗狗的手里。爸，今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吧？这家伙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。等这个事情一结束，我就要跟他离婚。怎么搞的？那小子人呢？张成在，我立刻让人去找。陆川不见了。不用找了，人在那儿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小子心还挺大的。哟，看少爷，你现在春风得意，还不赶快去准备准备？怎么还有闲情在这儿耽误事情啊？准备什么？小爷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嗨，你说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接手许家了。小子，你抢了我的女人，坏了我的大事，我本应该把你给剁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留你一命吗？因为我的志向不止这区区一个许家，我要走出江州，辐射全球。小子，看你有点本事，跟我混吧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裴少爷，你还真看得起我。但如果我说不，小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你是在跟小爷我开玩笑吗？你呀，就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我和雨竹可是有结婚证的，什么时候她变成你的女人？再说了，你们用我害人，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还有理了？小子，给你脸了，跟你聊两句。谁给你的底气敢跟我这么说话？活腻歪了！少爷，什么情况？你来的正好。这个杂种不知好歹，把他的双手双脚给我打断，拖出去喂狗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弄死！哎，堂堂的肯大少爷，怎么手下都是一群酒囊饭袋？你们这帮废物，赶紧给我滚！滚！怎么搞的？从哪儿找来这么些废物？小爷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！不是少爷，您先不要生气啊！这些人都是我们从专业的安保团队请回来的，不是他们弱，是他太强了。什么？这小子还有这种本事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少爷，您先别着急，我来。小子，很能打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你打个够！全部给我进来！
我承认你有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但是咱们许家也不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儿。他们那帮人大多都是打黑拳出身，他们不表演，只杀人。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。我去，这小子连许家的人都敢动，他是什么来头？依我看，这是闷头青，仗着拳脚逞能。这是许家，不是游乐园。今天可是许总的寿宴，这小子还敢撒野，看来今天得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了。小子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不识抬举，还敢蔑视我许家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给我上！我看谁敢动手！你回来干什么？哼，本小姐回来救你，怎么不乐意呀？我去，这不是青云商会的会长程天山吗？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小声一点，这陈会长可是一方坐山掌管在江州的烈士，得罪了他，10条命都不给你赔。池小姐生平最厌倦打打杀杀的，听闻她和陈会长理念不合，父女少有来往。这次一起来了，怕是有大事要发生了吧？无缘无故的回来救我干什么？姓陆的，你少臭美了。本小姐跟雨竹可是20多年的好闺蜜，我只是不想看到她伤心而已。你大老远把你老子叫过来，就为了这么个小子啊？哎呀，爸，你没看到他们要对陆川下手吗？再说了，我答应雨竹了，你难道要我言而无信吗？好吧，诸位，不好意思了，这小子今天我得带走。这个，少爷，陈老板是灰色出身，他手底下的弟兄有上千人，咱拿什么跟他玩啊？这不好办了啊！那看来大家都没意见了吧？行了，小子，走吧。陈会长，这好歹是我许家的地盘，你要把人带走，你问过我徐某的意见吗？徐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是我徐某的寿宴，你来这里参加宴会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。不过你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你这么做恐怕不合适吧？少爷，鲍云你靠谱啊，这明摆着是帮咱啊！没想到这姓陈的小妞还把陈会长叫来了，要不是鲍医生出手，哼，还真让姓陆的这个小杂碎跑了。虽然不知道这家伙的控心骨是什么东西，但往陆家传承里面的这枚清溪针，只要能够靠近徐总，就能让他恢复神智。成了，小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没有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这么靠近我们家老爷干什么呢？啊，你这是图谋不轨，他是图谋不轨呢。没错，陈会长，你也看到了吧？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这是对我爸的大不敬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就是。哎呀，陆川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这样，我们都顾不了你啦。怎么回事？徐总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，清心针不可能出错才对啊！难道这个姓鲍的，他的蛊术有这么大的能耐？姓陆这小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你还问我呢？我只知道他是个送外卖的，别的我哪知道？送外卖的？你别告诉我，你看上了这么一个社会底层的小子？哎呀，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他跟雨竹都领证了。再说了，这家伙惹是生非，差点害了江叔叔和雨竹。这种家伙不讨厌还来不及呢。没有最好，小子，记住了，千万别打我女儿的主意。你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。我们的确是2个世界的人，不过是你们配不上我。小子，你还挺狂啊！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在旁人看来，你们青云商会可能高不可攀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轻轻松松便可以。
陆川，你别胡说，爸，他……你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难怪许家的人不肯放过你，原来是你小子自己找死了。我也想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爸，你该不会要对他动手吧？动手他还不配。没听刚才徐总怎么说吗？咱们来都来了，留下来看看热闹也不错。我去，怎么搞的？这场面变化的也太快了吧！我看这姓陆的就是找死。陈会长好心帮他，他倒好，还给人得罪了。这家伙先是招惹了许家，现在又和陈会长过不去，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徐总，您的人请随意，这事儿我不管了。哼，今天是我徐某的寿宴，不宜见血，这件事就先放在一边吧。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怎么搞的？这个节骨眼上，现在不收拾这小子，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嘘，少爷，鲍神医那是在帮你呢。你仔细的想一想，那老东西会宣布什么大事？那肯定是把许家交给你管的，这才是正事儿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了，一会儿上台还得讲两句呢。对呀，走。各位，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我徐某今天的寿宴。其实，在前一段时间，我身患重病，差一点就没有撑过来呀。所以今天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一位神医，是他救了我的命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鲍医生，你说两句吧。哼，之前不知道谁舔着脸，非说自己对徐总有恩，还说人家要给1000万酬劳，现在打脸了吧？孟山啊，这种人嘴里没一句实话，以后啊离这种人远一点，听见没有？各位，有一件事我在这儿必须说清楚，徐总并非是生病，而是受人恶意陷害，其目的就是想要他的命。另外，救徐总的人也并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。鲍医生，今天是我爸的寿宴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只是阐述事实而已。耿公子，你这么着急上来，莫非你紧张了？鲍医生，我们才是……你们几个人的戏难道还没演够吗？啊，爸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耿少爷，不好意思，是我骗了你。我的本事啊，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。至于那什么控心骨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他，你这个狼子野心的小畜生，这话你难道还听不懂吗？今天的这一切，都是我和鲍全元、鲍医生设计的。这，耿博，从你3岁的时候我就领养了你，见你顾念亲生父母，我都不忍心让你跟我姓。我自认为对你不薄，甚至把你当成我许家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。你这狼子野心，却想要了我的命！我操！没有，全部给我闭嘴！我的天哪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徐总和耿少爷要闹翻了！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么大的场面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你没听见吗？耿少爷居然要害徐总，这是天大的新闻啊！难怪这清醒针不起作用，原来许文雷根本就没有中邪啊！姓陆的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陈小姐，看来不用你来救我了。对了，帮我联系小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许文林不都说了吗？他跟鲍全一这是在演戏呢。哎，你去把我老头和大叔都叫来，马上就要兑现我们之间的赌约了。老爷，我想这件事肯定是个误会。少爷他闭嘴！鲍医生，
他已经把你们的阴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。张成，我一直是最信任于你，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都交给你来办，可是你就这么对我？没有，来人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老爷，我呀，宝成人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背叛我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这就不劳少爷你操心了。许文林，宝成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重钱跟他脱不了关系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。鲍医生之前可能做事有些不妥，但要不是他的话，我也发现不了你们这两个蛀虫。把他们移交警局，我要看到他们受到最严厉的处罚。不要啊，老爷！许文林，这些事我是无辜的，都是少爷逼我的。逼我的。鲍医生，小陈一他人呢？怎么回事？就跟我一起过去，去拜见这救命恩人。奇怪，徐总怎么朝我们这边走来了？那还用说，许家发生这么大事儿，许家少爷被当众严惩，姓陆的小子还在这闹事儿，下一个就是他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爸，你可得救救他。就他这小子出言不逊，我没动他就算不错了。我们跟许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了他得罪许家，不值当。可是我答应过雨竹要保他的命。行了，陈小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真没必要这样。我死不了。完了，徐总亲自过来找麻烦了。姓陆的，你怎么跟个没事人一样？你快道歉啊，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快呀！小神医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请受我徐某一拜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不是耿少爷一直针对吗？怎么徐总直接给他跪下了？我去，这还是江城首富吗？你没看错吧？啊，我怎么看不懂了？这小子和许家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徐总是来找麻烦的吗？你问我怎么知道啊？快起来吧。小神医，请随我来。各位，实在是抱歉，今天由于我个人的原因，本来是一场寿宴，却变成了一场闹剧。我之前有说过，我死里逃生，多亏了一位神医。接下来，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陆川，陆小神医。怎么看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各位，你别看小神医的年纪不大，但他妙手回春，更是硬生生的把我从鬼门关救了回来。小神医，请您再次受我一拜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徐总，你别这样，这么多人呢。不过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有点搞不明白了。徐总，我看陆神医是对今天的事儿挺挂怀的，会不会的确是我们今天做的不对呢？小神医呀，今天确实是委屈你了。走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，请。小神医，那请坐啊。你这又是在干什么呀？小神医，你医术盖世，想必当世无双。求你今天大发慈悲，千万要救我一命啊！好好说明白。这是小神医，你还记得你曾经破解的那道
阴阳谷吗？阴阳谷？这不像啊！这不是阴阳谷，但比阴阳谷更加恶毒。是我师父在每一个徒弟身上种下的黑煞符，此符一旦发作，生不如死，必须要用特制的解药方能缓解。你师父谁呀？苗疆第一古师吴道老人，他培养了大批徒弟为他赚钱，谁要不从，此符发作，生死难料啊！那你应该去找你师父啊，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吴道老人把我们当成了赚钱的工具，耿伯下了重金，我这不得已才为徐总下功。不错，我都不敢相信耿伯这么胆大包天。不过今天这场闹剧也让我看清了他的嘴脸，当然我也多亏了小神医的救命之恩呐。这阴阳谷和黑煞符是同一个级别的苗疆，一般人很难应对。小神医，你能轻易地破解这阴阳谷，想必对付这黑煞符也不在话下吧？哼，那你可算是找对人了。小神医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破解这黑煞符？这什么黑煞符，它已经被我解决了。什么？你们没看错吧？啊，真的不见了。这就完了。小神医，难道你也是苗疆中人？你也懂巫蛊之术？我不懂，也不需要懂，但我陆家千年的传承，这小把戏也算不了什么。高人呐！小神医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有个师弟也被这黑煞符控制，我哪天把他带回来，也让您来看一看。没必要。哎，你这有吃的吗？小神医，您这是饿了吧？你看，都是我照顾不周，我马上安排下去，让人准备宴席。不是，他这儿不是还有人要治病吗？哎，好了，把这个糖给他吃下，他的病就好了。哦，这都可以，这都可以。对了，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之前答应给我的1000万什么时候给的？哦，你看看，我差点把这最重要的事都给忘了。来人呐！小神医，凭你现在医术的手段，这1000万不符合你现在的身份呐。这可1个亿，请收下。1个亿！1个亿，穷脸，真是的。陆川，你这家伙，今天的事你不打算解释吗？解释什么呀？哼，你还装，搞了半天，原来那个救徐总神医还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啊，我早就说过了呀，是你们自己不信啊。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看你身手也不错，怎么还懂得治病救人呢？这个，哎，小陆，你可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再说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怎么，是孟山去救的你吧？你说那个陈梦山啊，哼，关他什么事儿？陆川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你明明没有本事，还那么爱面子，你怎么那么虚荣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小陆啊，当时那个耿少爷不是跟你过不去吗？我们是实在没办法。还好孟山的父亲是江州的地下皇帝，是不是他出面救的你啊？他是出面了，不过是来看热闹。陆川，你够了！你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别人做的也不愿意承认啊？孟山跟陈会长平时很少联系，就连他平时在外面都不以陈家大小姐的身份自称，就为了你，他去把陈会长都请来了。你知道他为了你牺牲了多少吗？这我倒还真不知道。
现在你知道了，你得罪了耿少爷，还跟人家徐总过不去。要不是陈会长出面，你觉得你能像现在这样安然无恙的回来吗？我的事儿本来就跟那个陈会长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哎，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？你是说1周之内赚够1000万的事儿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个？你现在还不知道吗？你根本就赚不到那1000万。跟我说了。什么？1000万？你真的赚到手了？那当然。我就知道，又开始吹牛了。1000万是，我赚的是1个亿。什么？1个亿？爸，怎么样？是真的，玉竹，你看，这上面有天地银行的印鉴，天地银行是许家旗下的产业。爸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货真价实，1个亿。陆川，你实话实说，这支票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这很简单啊，是许文林徐总给我的呀。无缘无故的，徐总干嘛给你钱呀？还给这么多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给徐总治病，他给我酬劳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胡说八道！徐总的寿宴现场我们又不是没去，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还想在这骗我们？是啊，小陆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但是这个眼见为实，当时的情况，你怎么解释呢？我来解释吧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们都不相信我。刚刚你在现场，你告诉他们我是怎么从许家出来的。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我爸救的你啊！要不是我爸的话，你觉得你这家伙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？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可别胡说！我说的是事实啊！我爸刚刚还教育我呢，说让我跟你保持距离，跟你这样底层的家伙待在一起，拉低咱们的档次。陆川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无话可说。那这支票也是假的了。玉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爸，这家伙撒谎成性，他既然没有完成任务，那按照约定，我要跟他离婚。雨竹，你们才刚领的，这也太快了吧？东西我就放这儿，你爱签不签吧。反正我跟你有名无实，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来，我先回房休息。玉竹，玉竹，雨竹，小陆，不能签，这个字不能签。大叔，这段时间你一直对我很好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也很感谢。不过，感情这种事情不能勉强。雨叔既然心意已决，那我就成全他吧。你来干什么？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我哪知道你们反应都这么大嘛？早知道我就不说了。开玩笑？你知不知道你一句话，你就变成了一个爱虚荣、反复不成的小人？喂，姓陆的，你说我吼什么呀？要不是你之前偷窥我、调戏我，我会跟你过不去吗？我偷窥你、调戏你，你搞清楚情况。我在那睡得好好的，是你自己钻到我的被窝，衣服也是你自己脱的好不好？反正你就是把跟小姐的身子看光了，怎么样，扯平了？扯平了。臭流氓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别乱来，不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把你看光了，那再看一遍又有何妨？姓陆的，你再乱来，我就叫人来！看你叫啊！我和雨珠已经离婚了，他管不着。你无耻！无耻！那我让你看看我能有多无耻！
还真是个色魔，本小姐要在他手上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监听器，你听见过吗？什么？监听器？所以你刚刚那样只是为了监听器？不然呢？你还以为我真想非礼你啊？不过如果你想试试，我可以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。你下流！梦山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家伙欺负你了？没有。玉竹，其实吧，我今天亲眼所见，许文林徐总他居然给陆川跪下了。什么？徐总给他下跪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刚才我只是开玩笑的，我没想到你们的反应都这么大。你要相信我，陆川可能是很有本事的，你千万别跟他离婚。梦山，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了？开始替这个家伙说话了？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们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，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头了。喂，是陆神医吗？您不愧医术通神呐！我的师弟也吃了您送的那个糖果，他果然摆脱了黑煞符的控制。那就好，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哎，不，我正好有个大事要跟你商量。大事？什么大事？我跟我的师弟商量过了，我们觉得陆神医您的实力非同凡响，并且还救过我们的命，我们想一辈子跟在你的身边，还求陆神医您能成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想拜您为师，请您给个机会。算了吧，我没这个兴趣。我们是认真的，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，我们还要送给你一份惊喜。惊喜？不看是惊吓吧？陆神医，这一次寿宴全是误会，是徐总不愿意相信葛少爷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我们才设计了绿军真面。您放心，我们保证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那行吧，到时候我过去看看。好，谢谢陆总，谢谢。爸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变故。咱们江家能不能继续存活下去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赖在我家，这像话吗？玉叔，别乱说话。乾隆山庄我已经送给小陆了，现在这是他的房子。大叔，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呀？我们公司最近行情不太好，市面上的股价持续走低，而且近期的一批投资商取消了跟我们的合作，咱们的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机啊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资金链断裂，我那一个亿不够填吗？你又没经过商，你懂什么呀？我们的资金漏洞高达20，你那1个亿，你以为很多吗？再说，你这钱都不知道哪来的，我们可不敢用。有了，玉叔，你来看，咱们有转机了。爸，这算什么转机啊？报神医的拜师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女儿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报神医不只是驰名江州，他的大名响彻整个南省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报神医的拜师宴上会有来自各大省市的名流和达官贵人？不错，咱们呢要想拓宽自己的商路，人脉很重要。要是能结交一方巨秦，帮咱们江家渡过难关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。哎呀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没有受到邀请。要是不请自来，上次徐总的寿宴受的耻辱，恐怕得再经历一遍了。说的也是。
不然我找孟山再帮个忙。哎，如果陈会长愿意出面帮我们的话，说不定这个事他就……我看还是算了。这次小陆安然无恙，也多亏了陈会长出力呀。要是咱们山庄里事情麻烦人家，这不合适。好吧。大叔，那个什么拜师宴，你们要是真想参加的话，或许可以。陆川，你该不会是想说你能带我们进去吧？没错，你们能不能进去，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吗？陆川，上一次的事儿你还嫌没闹够吗？就因为我们相信你，你让我们在许家受尽羞辱，怎么，你还想让这件事儿再重演一遍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这个鲍神医在你们看来可能高高在上，但在我的眼里，他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小陆，鲍神医名义上是个医生，但他的身价比起江州首富徐总不低呀。小陆，我看你信心满满的，难不成你跟鲍神医还有什么旧情不成？算是吧。他这次的拜师宴就是为我而举办。小陆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拜的师傅就是我。什么？你没开玩笑吧？爸，这家伙撒谎也不是一次两次的，难不成你还相信他？你们不相信是吧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哼！啊喂，鲍神医，你的那个拜师宴有名额是吧？是，小神医，我们邀请的都是各方名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还记得上次江氏集团的人吗？江氏，难道是上次跟你一同过来的那几位？对，你让你的手下给他们江家也送一份邀请函啊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既然是小神医您的要求，这就让人办。搞定了，这么快？爸，你到底要被他骗几次才甘心啊？陆川，我已经受够你这些无聊的把戏了。既然我们离婚协议书已经签了，现在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是真的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样，怎么了爸？据说好消息啊，鲍神医手下打来电话，邀请我们去参加宴会。爸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。小陆，这难道真的是你做的吗？大叔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等这件事情办完，我就和郑小姐离婚。玉树，你看看，你出了多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呐！爸，这件事我觉得很蹊跷，是不是他干的？不一定。真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陈会长，这么大老远的跑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吧？看来你也不傻呀。我听说你最近跟我女儿走得很近啊。你是担心陈小姐跟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是有妇之夫。陈会长，你想做？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你快被江家扫地出门了？有这回事吧？小子，我今天来就是警告你，离我女儿远点，要不然别怪我把你扔河里喂鱼。扔河里喂鱼，就凭你和你手下这群歪瓜裂枣！小子，敢这么跟我们会长说话的？你又是谁？瞎你的狗眼！我堂堂青云商会的副会长，难道你不认识？不认识。找死！这看得出来，你小子还有点事，都给我上！都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他们动不了了。你对他们干了什么？
现在还要把我扔河里喂鱼。会长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李志毅，干什么？老子等这天等了好久了，清晨的，没想到你也落单的时候，要我的命也全都干我生你，我打你，我爱你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爸，爸，你醒了？怎么回事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爸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要你正正当当的做生意，地下世界权势再大，我也不想失去你。我问你话呢，这无缘无故的，这李志毅为什么会背叛我？爸，你这江州中山府的位置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，他想对你取而代之，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都是因为他姓陆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要不是人家姓陆的，你今天就真的完了。监听器以前见过吗？什么？监听器？我今天特地回去查了一下，我们家里里里外外分布着超过20个摄像头和监听器。这都是那姓李的干的？不错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今天要是晚来了一步，你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人家陆川救了你，你还要对人家动手。这年轻人这么有本事，我还以为……爸，人家江州首富徐总都承认了他的能力，你居然还怀疑他，怎么想的呀？那可正好啊！我可听说江家小姐跟那小子快离婚了，这小伙子要是能进我陈家的门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他八字还没撇呢。你还骗我是不是？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，那窃听器是他从你的内衣里面拿出来的。快说说，你们俩就没发生了别的什么？爸，你，我不理你了。师兄啊，没想到这小小的江州竟然有此等高人呐！看来咱们终于要重获自由。谭师弟，你好歹是堂堂的江州总督，到时候我向你引荐的那位小神医，他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你千万要注意分寸。师兄放心，我明白。哎，师兄，咱们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拜师宴，万一让吴道老人知道了怎么办？吴道老人除了会那些下三滥的巫蛊之术，还有什么本事？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要是真敢来，分分钟就把他灭了。师兄说的对，那任凭师兄做主。好。哎呀，爸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次的规模比徐总的宴会还要大呢。那当然了，徐总啊，只是江州的首富，但是报神医的名声啊，纵横整个南省。不知道他救了多少达官显贵的命，你瞧瞧，这些啊都是冲着他去的。今天的宴会肯定空前绝后啊！陆川，我们这次带你来呢，就是让你长长见识，你知道了吗？你们带我来的？难道不是吗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但我希望你以后啊能脚踏实地，别为了一些面子啊再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。好，那我也跟你说清楚，要不是看在江大叔的面子上，这个宴会来都不来。
你来不来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你们江家不是面临资金上的问题吗？鲍神医认识很多有钱人，不让他给你们介绍。真是没救了。爸，这家伙还是满嘴谎话。走吧，咱别管他了。喂，小生意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过来了吗？我们马上就到。好，那我这就让人去准备。哇，陆少，你真有本事！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宴会呢。那当然是徐总特意邀请我过来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陆少，你也太有面子了吧！我跟你说，上次徐总的寿宴我也打算去的，都是那个姓陆的臭小子，害得咱们被暴打了一顿。说起来，我这腿现在还有点疼呢。陆少，这不是那个送外卖的臭屌丝吗？他怎么也在这儿了？这小子上次害得咱们丢尽了脸。走，我们过去。怎么又是你们呀？咱们好歹也是老熟人了，怎么见着我们你不开心吗？你放着好好的外卖不送，跑到这宴会上来干什么？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人家可是潜龙山庄的主人，搞不好啊，身价不菲呢。出来送外卖，说不定是体验生活呢。我呸！你不说我差点就忘了。小子，你到底什么？这好像跟你们没有关系。倒是你们来这儿有邀请函吗？他妈的，你这不是放屁吗？虽然说这次的邀请函很难拿到手，但是正好我们有特殊渠道。算了，我们上流社会的事儿跟你说了，你也听不懂。哎，小子，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，那破别墅到底是不是你的，还是说你压根儿就不敢承认啊？潜龙山庄是我的。你是江氏集团的江总？不错。姓陆的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还敢拿着江总的豪宅来吹牛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没错，江总，这小子冒充潜龙山庄的主人，还把我们大家都给糊弄了。这小子大逆不道，您说该怎么处理他呀？不你还差不多。这房子我已经送给小陆，现在是他的了。什么啊，江总？这潜龙山庄可价值千万呐！您说送就送啊？就是啊，江总，他就是个社会最底层的臭屌丝，他比陆少还不如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他是我的女婿，这还不够吗？什么？女婿？陆少，这下该怎么办？咱们刚才把他给得罪了，不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江家吗？疯了！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小子不过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怎么摇身一变就变成江家的人了？这下完了，冤枉了！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这个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什么？离婚了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你这个臭屌丝嫌疑三生了，我搞了半天，什么也不是嘛。就凭这小子还想攀附权贵呢，这下阴沟里边翻船了吧？小子，听到人家江小姐压根儿就瞧不上。谁说他攀附权贵了？徐总，徐总，徐总，您来了。你谁呀？不过看你倒是有些眼熟。难得徐总您还记得我？我叫陆杰呀，我跟耿少的关系一直不错，我们经常一起互动呢。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，你说他攀附权贵？是呀，徐总，这小子就是个底层的打工仔，他想高攀江家，得亏江小姐识破了他的阴谋，把他给赶出来了。就即便是这样，那与你有什么关系？
这还用问吗？他们自视身份高贵，要是被一个送外卖的逼下去，心里不平衡。妈的，臭小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找死呀你！不错，徐总，今天可是报神医的拜师宴，这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来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想攀附什么上流权贵呢？他根本不是混进来的，更不需要攀附别人。徐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陆先生他自己就是最大的权贵。什么？什么？这小子他还是个权贵？徐总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呀！闭嘴！江总，我刚刚听说陆先生被你江家赶出去了，有这回事吗？其实我是挺看好小陆的，但是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实在是不好说。爸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？这家伙没本事，还爱吹牛撒谎。徐总，他刚刚还说啊，是他在寿宴上救了您的。他说的没错，的确是他救了我。不会吧，徐总，您在宴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是啊，上次的宴会上，我已经向陆先生做了解释，示意大家有所误会的话，我深感抱歉。什么？陆川，徐总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是你们自己不信了。这两个家伙胡说八道，乱放屁，你们也信？我怎么是你？老东西，看到我安然无恙，你很吃惊吗？耿少，您来了。陆田，哎，我让你来不是来玩的，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耿少，我们一直都听你的话，在暗地里监视你，谁知道这小子居然突然抛出来挑衅，害得徐总还要管我们的闲事。你瞎说什么？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明明是你在瞎闹，关小陆什么事啊？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们在监视我？不，我说错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在监视这小子，来监视他。闭嘴！耿少，你干嘛也打我呀？刚才徐总才打了我，我咋就这么倒霉啊？我这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再闭不上你的狗嘴，小爷我灭了你！哼，老东西，就凭你还想让我坐牢？小爷我是谁呀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早就出来了，没想到吧？说不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把你放出来的？是我，是我。爸，小慧儿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这位是谁呀？嘘，好像是徐总的岳丈中国元钟老先生。钟老先生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，是小有名气的大人。听说徐总现在的身价钟老先生的御dụng。原来许家还有这么大的渊源。妈，外公，来。小伯好歹也是我们的儿子，你居然想把他送进监狱，姓许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小慧儿，你跟着闹腾什么？这小子，你知道他做了多少坏事吗？我们俩中的邪，就是因为他，还差点要了我们的命。胡说！你怎么确定这件事情一定是小伯做的？在寿宴的当天，我是亲眼所见，鲍神医也在，而且陆小先生他……你放屁！他们胡说八道，你脑子也进水了。我还说是那个姓鲍的和姓陆的这小子勾结，想害咱们呢。哎，我说小混，你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？本国他图财害命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你怎么处处在护着他？这是为了什么？
徐总，你想知道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。很简单，他和他们是一对亲生的母子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这等少爷不是徐总从住院领养的吗？怎么成了亲生父子了？那可不一定，人家只说了耿少爷跟钟夫人的关系，谁知道是不是徐总的种？早就听说徐总没有经营能力，难道是耿少爷他是钟夫人的私生子？妈，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！不可能，难道她真是我的亲妈？这不可能吧？小孩，听到大家在说什么了吗？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文林，是这个姓陆的臭小子，他冤枉我。我们感情这么深厚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来呢？臭小子，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据，跟你没完！想要证据？那你们俩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就是一个幸福。别！我承认还不行吗？是，小王这就是我的亲生骨肉。好你个钟馗，你居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，难怪他要害我们，却百般阻拦，护着这个小畜生。要不是小神医出言提醒，现在也被你蒙在鼓里。什么小神医？我看他就是个祸根。要不是他，我儿子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，我们一家人也不会这样。恨不得要他的命！陆川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母子关系的？在我身上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。如果我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信吗？你说话越来越没谱了。给我站住！我们事还没说完呢，你告诉我，那个男人他究竟是谁？许文林，你少威胁我！你自己那方面不行，我找个人传宗接代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告诉你，你也不一定能拿人家怎么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个认识吗？这是黑金令，这不是青商会的东西吗？还认识黑金令，算你有点眼力劲儿。不怕告诉你，青云商会的副会长，你知道的。说的是李志毅，原来你跟他，你们两个，好，我都记住了。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是吗？可惜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本事。什么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！你昨天睡觉的时候，好像一不小心把你所有的股权都转让给了我和小罗。现在的许家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，徐总，没事吧？有事情，这次又多亏了你。那母子俩光天化日之下口出狂言，真是许家的耻辱，许家的耻辱！姓许的，好像你还没有明白一件事：这个社会上弱肉强食，理念不重要，拥有绝对的权利才是关键。你现在一无所有，你还有这个姓陆的垃圾，都得玩完！大家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可以试试。你个臭屌丝，怎么说话的你？找死啊！就是，到现在还不清楚自己的站位吗？你的靠山已经倒了，一会儿看你怎么死。是吗？裴少，这小子死到临头还那么嚣张，您看
怎么处理他呀？陆谦，我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把这小子的狗腿打断。等等，各位，今天这里是豹神医的主场，你们这样闹事，会不会不合适啊？老东西！豹神医，我给他面子叫他是豹神医，不给他面子，他算老几啊？我实话告诉你们几个，我今天来就是来砸场子的，你们全部都得给我玩完！你们怎么还打人啊？打人？我打你怎么？你个不知好歹的贱货，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打？你敢打我？你动其他人也就算了，你先连大叔也敢动，马上道歉！道歉？我道你妈！疼！小慧，快上来帮忙啊！呀！臭小子，你赶紧给我住手，让我要你的命！好，你自找的。完了，他该不会跟李会长打电话吧？这下怎么办呢？还真有可能。陆川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李会长可是青鱼商会的2把手，可以和陈会长平起平坐的，你这可怎么办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怎么回事？这一他人呢？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江叔叔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我爸一起来的。你们也是来拜会豹神医？我们确实是来找人的，但是我们找了陆川。陆川，这小子是不是给你和陈会长惹什么麻烦了？不，他没有闯祸。雨竹，你还记得当时我跟你说的话吧？你要相信我，陆川可能是很有本事的，你千万别跟他离婚。我记得，看出来了，陆川跟徐总的关系确实不一般。你看我说吧，陆川虽然长得年轻，但是跟一般人完全不同。那有什么用？你要看他今天闯了多大的祸。他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陈会长，志毅的手机怎么在您那儿啊？那你别管，你找他有事儿吗？当然了，这个姓陆的小子敢对我儿子下手，而且还不知悔改。我想让志毅好好教训他。那你想怎么教训他呢？那还用说？当然是打断4肢，扔到山上喂狼。我想让他知道，老娘不是好惹的。我去，这个钟副总心挺狠啊，动不动就要人命。哼，你现在才知道，你看他连徐子都敢动，这小子就是个愣头青，落在他手里会被他玩的连渣渣都不是。没错，徐总啊，这个女人啊，真像啊，这个愣头青呀，还敢去触碰他的逆鳞，就不要吗？你看到了吧？就算陆川救过徐总的命又怎么样？现在就连徐总也保不住他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？什么？我只求啊，他别再给我闯更大的祸就行了。那要不然我替你动手吧。真的呀？哎呦，陈会长，我早就听志毅说过，你们俩多年以兄弟相交，你要是肯出手，我要让他还有他们全都给我死！口气不小啊！看该死的人是你！不是，陈会长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打的就是你！我说的区区李志毅，哪来的狗胆包天，敢在背后捅我的刀子？原来是跟你这个国府沆瀣一气，你们俩可真般配呀！
什么？陈会长，你的意思是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李志毅玩完了，不好意思，你的靠山已经倒了。干什么？松手！葛少，给我滚！你干什么？陈会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都是无辜的呀！陈会长，我们都是被耿博给忽悠过来的，我们可跟他不是一伙的，你放过我们吧！你们竟然敢在鲍神医的地盘上闹事儿，还懂不懂得尊重主人呐？还妄想跟陆先生动手，简直罪不可恕！陆先生，难道是？陆先生，我没有来往。陈会长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陆先生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我也是脑子进了水才会跟您做。另外，要不是您的提醒，我跟我女儿可能早就遭了李志毅的毒手了。这样说起来，您还救了我们的命呢。凤山，陆川救过你跟陈会长的命了。是的，女卒，这下你明白了吧？陆川就像是被征服的精灵，他能量不小，恐怕一遇风雨变成龙了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吗？玉竹啊，玉竹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小陆他不是一般人，你硬是不听，还跟人离婚，这下你恐怕要错过人家了。把他们给我拖下去，往死里打！不要，陈会长，我求求你不要！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饶过我们吧！陆川，陆大少，求你救救我们呀！老夫不发话，就当我不存在吗？这不是中国元钟老，刚才没注意，失礼了。小陈啊，小陈啊，老夫当年在位的时候，你的脾气可收敛了不少。怎么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把老夫都不放在眼里了？钟老，您可是江州学府的名师，桃李满天下，谁敢对您不敬的？今天这个事儿，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。今天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，退下。钟老，是这样，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吧。我说了，让你滚，你没听清楚吗？钟老，我是尊敬您才跟您好好说话。你看看，你的外孙子、你的女儿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你的外孙子谋财害命，你的女儿上了奸夫的床，把自己的丈夫赶出家门，这都像话吗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要管也我自己来管，跟你没关系吧？你也行小子，你敢打我？哪里怎么了？你为老不尊，不知良心！该打！小子，你好大胆子！今天我要让你知道，这儿到底谁说了算。对，我现在就在大厅里，你给我马上过来。就这样。怎么回事？他这是在给谁打电话呢？谁知道呢？总不能是什么大人物吧？那可说不准。天哪，当年教书育人，带出了不少国家栋梁，他手底下的人也是很恐怖的人。老师，您果然在这儿。这不是咱们的江州总督谭先生吗？还真是，谭先生也是钟老的门生，那陈会长他们哪是对手啊？那很陈会长在普通人眼里啊，那是高不可能。但是啊，对上国家的绩效，那只有被碾压的份儿啊！兄弟，你可来了！我的家人今天在这儿，可是被你欺辱了。你想想，
这该怎么处置了？有这种事儿？老师放心，我倒要看看，在这儿谁敢跟您作对。这下连总督大人都来了，龙山，你赶紧和陈会长走吧，不然一会儿牵连到你们就麻烦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们这群人要对付你们，我爸要是走了，你们可怎么办啊？别怕，这不还有我吗？陆川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。怎么，你跟总督大人也有交情啊？那怎么？这个人我都没见过。你都跟人家没有交情，你在这说什么大话呢？不是，没有交情就没有办法吗？行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了。陆川，今天的祸是你一个人闯的，你说该怎么处理？你还是一点都不相信我呀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带着我爸还有孟山走吧，这里我留下来。你留下来？不错，陆川，之前是我一直误会你了，我从来没理解过你，也从来都没相信你说的话，对不起。我一个女人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你们走吧。你说走？上哪去啊？你们几个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儿。小子，都听到了吧？哎，不得不说，你这姓陆的小子还真有点能耐，能够煽动那么多大人物来为你撑腰。不过很可惜，你的死期大。今天不光你一个人无事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死。什么？耿少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打你干什么？啊！你们两个墙头草，刚才不是求饶了？继续啊！不是耿少，刚才呀，都是因为这帮人，是他们咄咄逼人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您这样，您就把我俩当个屁股，您给放了。外公，我要这对狗男死！好，我救外孙呢。兰娜，接下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是。别！我这都第几回了，我的命咋就那么悲催呀？你还说了你，真后悔跟了你，把我都给连累了。你还怨我？跟上，自己人啊，跟上。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。总督大人，今天的事儿，陈某都看在眼里，确实不关这位陆先生的事儿，是他们挑衅在先，闹事儿的应该是他们才对。我不管这些，他们冲撞我恩师也算，还敢在我师兄的拜师宴上撒野，好大的狗胆！什么？师兄？没错，鲍成仁鲍师傅就是我的师兄，他特地邀请我来见证今日的一切。你们敢再撒野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总督大人，这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或是我一个人闯祸，你让他们先走吧。你想怎么处理，我都没有意见。就凭你一个娇柔的小女人，我怕你承受不了我恩师和师兄的怒火。没关系，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承担。玉竹，你不要乱来。是啊，玉竹，这又不关你的事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可能是因为我太懦弱了。我想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。奇怪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难道是为了赎罪吗？没必要这样，区区一个总督，还真奈何不了我。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刚刚说你是鲍成仁的师弟，没错。好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喂，我们已经到大厅了，
你的师弟要对我们动手了，堂堂一个总督，好大的威力！你在跟人打架？我师兄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这场拜师宴就是为我而举办的。他知道你这么大逆不道吗？你难道就是那位小神医，解了黑煞符救了我们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不可能，你太年轻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身份？小台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位小先生可能是我们今晚的贵阳。我呸！亏你身为堂堂的总督呢，被这小子一句话就给糊弄住了。就是，这么多年你都活在狗身上去了。陆川，今天真的是你的主场吗？连总督大人都是冲着你来的。没错。真的吗，陆川？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快拿给他们看呀！我就是证据。师兄，这位小先生说他就是小神医。师傅，我来晚了。这小子真的是鲍神医的师傅，这么看来，这拜师宴真是为他而办的。怎么可能啊？鲍神医那可是驰名天下的名医，怎么可能拜一个小青年为师啊？好了，快起来吧。什么情况？小神医和这波人起了点冲突。好啊，来人，把他们全抓起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你们几个心狠手辣，视人命如草芥。现在今日跟我师傅过不去，他们拖下去，我要看到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妈，姓鲍的，你凭什么啊？你不过就是个医生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们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。师弟，你告诉他们我什么身份？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难道就是天一门的门主印鉴？天一门？难道是那个纵横整个龙国的医武组织？哎呀，不错，天一门在龙国的地位那是举重若轻，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国外，那是相当大的规模和体量。算你们还有些眼力。我师兄正是天一门门主，这些年要不是受制于那该死的黑煞符，他的地位早就水涨船高，会比现在更为尊崇。鲍医生，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种身份，把他们全押下去。妈，我知道错了。还得感谢小神医对我的救命之恩呐！宝成人在此谢拜了。今天大家有目共见，我拜小神医为师，天一门将奉小神医为主。小神医，请受我一拜。小神医，也请受我一拜。雨竹，你看到了吧？我早就说陆川不是一般人，你看看，现在连总督大人都是他徒弟。总督算什么？你没看见人家天一门都认小陆为主了，你还要跟人家离婚？你糊涂啊！鲍成人，背叛师门，好大的狗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？就是啊。
你到底是谁？你拐走我两个徒弟，还问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。你是那吴大虎人，还算你有点眼力劲儿。这是变身了，怎么？哎呀，人也变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变了一个人？实际如是，我当老人常年在外行走，他会不全变了身份。那我又让他人了，很简单，他已经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在这观察很久，你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你就是徐文林吧？说起来，多亏你那个宝贝儿子通知，不然的话，我都不知道那两个孽徒居然干着不知死活的事情。不知死活，说的是你吧？你就是陆川吧？年纪轻轻的，居然能解我黑煞符，先解决了你，再来清理门户。这是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有黑煞？这是我的浊血印。现在你的四肢五脏都被黑血浸泡，要是你敢乱动的话，必死无疑。原来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。就在你刚才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太诡异了，所以我就留了一手。很简单吧？好，好，好！你年纪轻轻居然诡计多端，我今天到底要看看你什么狗屁浊血运，你能奈我如何？师父神威天定，我等大开眼界。赵神医帮了多次，甚至是救我的命，我愿意将许家整个相授。还有我，只要小神医愿意，我青云商会会长的位置，您随时自取。平一门的大门永远为师傅打开。这就是你今天要给我的惊喜吗？你认为是，那就是。陆川，之前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想到你有这么大能耐。看来我爸说的没错。那都过去了，我已经交代下去，以后各界名人都会帮助你，江家只会水涨船高，发展的越来越好的。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们离婚协议都签了，就像是碎了的镜子，你觉得还有别的可能？以前我不相信破镜重圆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镜子碎了不能复原。那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把它修复。你还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？我不同意。江小姐，是你主动提出来的离婚，陆先生现在可是单身，那是不是说明我女儿也有这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呢？哎，董会长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啊得。江总，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是，你们是个陆先生先任，但你们没把握住啊，那还不让我们挤进来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爸，好了吧，不用再说了。之前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我从今天开始会做出改变，把属于我的东西叫回来。